那么大陆这个福州彩线团还照去，本来以为说我们现在什么团啊都取消了，什么把大陆搞成橙色，他们还是去，就是他们的规划，他不管你怎样，我要做什么我照做。22个团员到马祖，而且大部分是年轻人，为什么呢？他是从事旅行业的啦，大陆很多旅行业这个从业人员是年轻的。梁文杰说，因为香港批评我们把香港的旅游警示提高，因为我说我们跟台湾人的关系都很好啊，怎么把我们变成橙色呢？澳门也变橙色，大陆变橙色就算了，那么我们香港怎么跟着变橙色呢？梁文杰说，国安法对香港地位造成影响啊。另外呢，这个他说，国人到大陆有风险，有台商最近被控说这个牵涉到国安法，但是呢，到底是为什么也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我们通通不知道，不知道原因也是两岸没有交流嘛。你照理讲，我们那么多台商帮台湾每年赚那么多钱，台商发生什么，其实我们应该去关切才对。你现在根本就完全不知道，知道有人被抓了，为什么也不知道？就关切他也不行，帮他找律师也不行，就变成这样那另外呢，这个说有一个男子到香港迪士尼去玩，他的英文名字跟陈柏惟同名，就被抓到小房间问话，说差点被抓因为呢他去申请澳门签证，说不准，港签办不，他本来有港签就可以到澳门嘛，不准。那另外你如果没有港签，你可以办台胞证，有台胞证也可以过境结果呢，在海关的时候被抽，本来海关旁边有个小房间，就去问了所以因为呢他的名字跟陈柏惟一样，所以呢王定宇说为邦不入哇，名字相同也不行那另外呢，梁文杰说这点我是不懂梁文杰，他说两岸实质上是两国，华独跟台独对大陆都一样所以呢他就说他说两岸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大陆两岸都一样，都同样的意思，他怎么会是同样的意思呢？这当然是不同的意思嘛，他说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呢这反正两岸是互不隶属两岸互不隶属没错，你就不要讲成两国互不隶属，那是不同，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怎么会一样呢？那你赖清德既然是一样，你不讲两岸互不隶属呢？你们非要讲两国互不隶属呢？你明明知道讲了以后，你不知道讲了以后会引起轩然大波吗？你现在两岸之间大家希望和平，尽量刺激对方的话少讲嘛，少讲你也不会死，对不对？你讲了台湾也不会多一块肉也不会因此就多了什么主权，那你就非要去刺激他，你什么意思？我不懂你到底干嘛嘛？那另外呢，我们的新任调查局长陈百利说呢，将来去调查局参观的这些团体都要严审，免得老共混在里面，匪谍去在里面偷偷窃取调查局的情资那另外呢，这个许淑华说反渗透法应该修了，说当时有些村里长去旅游结果呢回来呢被起诉，也有被判刑，判刑不多，但是好像偶尔也听到有一两个有了那我们看一下。强风掀起白头浪，海水持续拍打在玻璃上。马祖大风成了福建彩线团前往北竿的一大考验。马祖人形容今天搭船就像搭海盗船，那个风是非常的大，有点像我们福州刮台风的样子。挺过强风抵达北竿，彩线团前往全马祖最完整的闽东建筑群芹壁聚落，消灭猪毛汉奸。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是历史产物了，各位不要太计较。不要太计较。听导游介绍反共标语，大陆彩线团没刻意回避，不过也没像多数游客停下脚步拍照，因为天气炎热，很快进到咖啡店休息。到了过去每天对着大陆福建沿海新站喊话的马祖播音站，大陆年轻团员还玩了起来。我劝你陈导。没了，讲完了。马祖战地遗迹是吸引游客的一大卖点，两岸民间交流不因为官方互动紧张而有所影响。有民众在社群软体上表示，上个月全家旅行要从澳门转香港到迪士尼乐园玩，但港签办不过，只好办台胞证。没想到过海关时，台胞证被抽，还被抓去小房间，至少扣留半小时。原来是因为自己的英文姓名拼音跟前立委陈柏惟一样，而且还刚好同年，所以是超级黑名单。直言面对共产党政权国家，什么事都会发生。而贴文一出，也引来陈柏惟本人留言。柏惟说：“我很抱歉。”
以前是惩处顽固台独分子，现在连台独谐音分子都要抓起来，这个只能令人啼笑皆非。陈柏惟自己也在脸书反串，建议姓陈的男生改陈雪生，女生改陈玉珍比较安全。用品。第一个我觉得我刚才看了大陆的年轻这个旅游业者的踩点到马祖的踩点团的那段影片，其实我个人觉得内心蛮感慨的就是说你看看大家现在整天民进党整天说哇大陆多么的没有言论自由啊，大陆多么的恐怖啊，大陆多么的封闭啊，大陆多么的如何，结果人家年轻人好高兴的在那个叫什么杀猪拔毛的那些重要的地点呢快乐的摆 po 照相，对不对？他们很高兴。可台湾这方面在干嘛？台湾倒退50年呢。倒退回去，真的在杀猪拔毛那些，不断恐吓你们说去大陆非常危险哦，然后呢，你可能会被抓起来哦，然后你可能会立刻处罚，你可能就回不来哦，然后你马上就如何。台湾到底在干嘛？那到底是谁？哪里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比较言论通通什么都可以讲的社会呢？你这不是倒过来了吗？你给大家世界怎么看？真的，如果不会说中文的人只是用点英文的翻译，然后呢，把不同的台湾的影片跟中国大陆刚才在马祖玩的那影片同时 po 上去，让全世界的人来认为说哪一个比较像是共产党国家，哪一个比较像是自由民主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很可能会觉得台湾很肃杀吧，然后对岸很欢乐吧，就是怎么会搞到这个程度，莫名其妙。然后另外再讲大陆跟香港香港我还不敢讲了因为我最近比较有去海关的经验是中国大陆。现在大陆是什么时代？是 AI 刷脸的时代。你还在那边搞说什么同名同姓很危险？我告诉你，他根本就刷脸呐！他就刷脸。你如果有办过证件的，像那个留言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什么状况，因为他是不是以前没有台胞证？因为你如果要有过台胞证，你就一定有照片存档。那你如果只是做港签的话，是他有可能没有台胞证，所以他里面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我个人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如果是他有办过台胞证，也就是说他在他的海量大数据里面有存留过你的照片的话，你这个相同的英文拼音这算什么？因为整个所有的中文名字大家就知道啊，通通都有同名同姓啊。中国大陆我也不晓得，你去查查有多少人叫赖清德的，对不对？说不定好多个叫赖清德啊。因为你这种14亿的人的地方，你重名的比例实在太高了嘛。那大陆它到底在这么严重的状态底下，它要怎么管理？它全部靠刷脸啊。全部靠生物特征啊！那现在整个大陆全部都已经改成这样了。那现在一个可能就是说，香港没有大陆内地那么进步，这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好久没去香港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说不定根本是陈柏惟的朋友说不定他们根本里面是不是有讲什么实在内容？因为网络的内容你到底可信度多少，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觉得，民进党新潮流梁文杰，你们够了！你们再搞下去呢，台湾的民生都要完蛋了。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台湾比中国大陆还要恐怖的时候，你台湾还怎么混啊？你的民主的未来在哪里啊？我基本上我是把它当个笑话看了，笑了就算了。只是我有点不解，他是说我拿不到香港签证嘛，说我拿大陆的台胞证。用台胞证过境香港，大陆的，台胞证大陆的嘛，你申请到大陆的台胞证，你就可以不要香港的签证，就可以过境。我的了解，台胞证比港签难拿多了，大陆审得很严格，不少民进党朋友讲，他们到香港是没问题的，他大陆不给他去，大陆的他很严格，他如果是拿不到港签，他可以拿到大陆的台胞证，这点我很好奇。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沈伯洋他说呢，
翻墙看成人影片可以打统战，独裁国家会收集个资，成人片的网站也会广泛收集个资。就你上了网站去看这个成人影片呢，那他就会说看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哦，你到底是反正背景是怎样哦，等等等等，就知道你的喜好哦。而且呢，当看这个成人影片就可以监控政治立场，就知道你政治立场是什么了哦。那治安专家说不是扯太远了吗？为什么可以呢？哎，沈伯洋有他的道理哈。他说哈，这个民进党护航他，说这是以认知作战的专业来阐述哦。我们从专业就知道说，认知作战的确可以从看这个色情影片知道你的政治立场啊。那谢克阳是谢龙介的侄子嘛，就是那赖清德要不要成立一个成人影片审查委员会？罗致政啦、赵天麟啦、郑文灿啦、梁文杰啦、陈忠仁都变成委员，每年拨100亿去检查一下，到底哪些这个成人影片是适合民进党人看的啊？那另外呢，沈伯洋说：“哎呀，你们想攻击我就说了哈。”他说：“哈，他说这个中国有一个无为科技，哦，是假讯息的来源。他什么意思哈？我看了半天，我看不太懂哈。他是这样讲，就从看成人影片，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啊，比如像美国保守派就可能支持共和党，自由派大概就支持民主党。哦，所以他就是说，你看了影片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人是保守的，这人是自由的。那保守的可能比较倾向国民党，然后自由的可能比较倾向支持民进党啊。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哦，徐巧芯说，奇怪的，看沈伯洋平时人还蛮好的，那怎么到网络上就人格转变呢？说他可能要做心理上的保健哦，很重要，他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哈。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2024年呢，最丢脸的立法委员。我相信连民进党自己人都挺不下去。在直播镜头前尬笑超过30秒，馆长口中说的就是绿营立委沈伯洋，因为他提出警告，很多人会用 VPN 去看迷片，代表喜欢看的内容都会被陆方给掌握，直言这相当危险，还说若知道你喜欢的形态，就能猜测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意思是可以预测政治立场吗？成人网站相关的成人影片的选择。跟你的偏好都一样呢，可以拿来做政治判断的用途，竟然被恶意曲解然后还说什么统战正在进行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必要的说法。沈伯洋强调，很多 VPN 公司后头都有中资背景，还拿出学术研究当背书。尤其沈伯洋这言论，2019年在北大任教时也曾说，观赏迷片的城市公司地址竟都未在北京。沈伯洋现在的发言已经进入了倪匡小说的卫斯理的人物，让大家大为的惊叹，是在透过释放恐惧来去达到民进党特定的政治目的。是否为统战新招？民众关心的还是安全防线怎么到位？俊宇兄，为什么？过去全世界在警告，台湾政府也在警告是 TikTok 那现在在警告成人电影少看少用否则会被收集这个情资。看就使用网络被收集情资，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用演算法可以知道你的一些消费习惯啊，你喜欢的一些什么什么倾向啊，大概 OK， 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要从这个在演化或者是再进一步去推算这所谓政治立场或者是会中国利用这个东西来做所谓统战。这个是需要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资料没有错了我现在是很严肃在谈这个分析吗？那我认为我们是开玩笑说，如果让我来推想的话那大概就是说你选择那个影片的制造地那个可以比如说中国制造这个里面的人物可能是中国的这个叫什么女优是不是？还是女演员那这个迷片里面的女主角来自中国，那或许这个样子可以去推算不过基本上这个只是我个人
如果要去附和沈委员的这个讲法的话，是这样子想。不过沈委员呢，因为他算是也是算是专业人士了哈，所以他应该这个部分呢好好去讲。那民进党这边呢也不需要一味的附和。不需要的。我记得啦，我还在第一线服务，在立委期间不是我的提案，整个民进党哇一味的这个相挺的，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要看他的这个对国家的发展上的这个利益的贡献度是这样子的。那沈伯洋是如果他要能够有帮忙在网络安全或者说国人不被渗透这方面有贡献的话我觉得除了成人片的警告之外，应该还有很多领域是可以警告吧成人片这个。你看，我们赵大哥就很少嘛，完全没有了那年轻人是，我这个有做过研究，就越年轻越多越年轻越多看的越多啊？对，这个有做过统计了越年轻的反而是这个 A 片的这个消费群是越多的。我们这个都上年纪，大概这个就比较少了。他讲有道理，譬如说，假如这个片是大陆制造的，看的就表示对大陆这个没有什么反感。不看的就对大陆有反感，喜欢看日本的比如说看什么其他的还有这个 AV 女优是哪一国人是怎样就显示政治立场，是这意思嘛，是吧？我推想是这个样子。沈伯洋昨天不是这样说，他昨天这个媒体这个写得很清楚大家那个导播 take 一下那个我的 iPad， 他昨天说的是如果你是看什么呢？看你是挺同婚的人，你就会看性暴力的影片。好，你如果反对同婚的人，你会看外遇片。他昨天很明确的这样说我是很希望说沈伯洋沈大委员解释一下吧，能够把这个的说法的学术依据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我真的觉得眼界大开那他今天去扯说什么大陆有一些公司就是在收集个资，我其实要跟沈委员讲啦，转移焦点不能改变唬烂事实啦你说错话就说错话嘛，你鬼扯淡就鬼扯淡。你身为一个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第1名，对不对？你第2名，然后你是民进党的面子嘛，你讲错话难道都？你就认错是很困难吗？你也是在大学教书的人，是不是？好，你早晚还要回去教书的，你不能这样硬凹嘛，讲错话就认了。好，你尤其讲这个什么挺同婚就看性暴力，我想民进党支持同婚的委员很多，可能可以一个一个去问看他们说，你是不是看性暴力的影片嘛？好，我觉得这个答案马上就会出来，这简直是笑话嘛。我们赖总统前几天才挺同婚，我觉得这个沈委员这个推论太过了，太过了。建立刚刚私底下分析的比较透彻，私底下讲的这个不能在公开的节目讲。不过基本上这个看一些使用网络嘞，不是看什么使用网络本人，你就是有各自的问题。网络上面当然你透过大数据，你说可能消费行为，我还是不懂支持同婚的就喜欢看性暴力，那跟他政治倾向有什么关系？对啊，所以这里面有2个大问题。我刚刚讲，你说从大数据，你是消费习惯可以，可是对政治的立场，这个是一政治的立场不可能是这样一个分析嘛？你什么从 A 片里面你就看到什么要自由派、保守派，这个了解这个里面那个 range 太大了，就说你要去判断这东西。第二个更严重的中国大陆中共去控制、去了解这个东西干什么？对你台湾民众真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统战的时候就放 A 片给你看就好了，统战你们。他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你看沈伯洋他自己都已经讲到后来，他就觉得说，他都觉得说民众或者说很多人对他这个讲法有意见，他讲说什么已经攻击到那种精神方面的。然后讲他真的要想一想这个事情，他已经不是这一次了，他长久以来这段时间的某些发言，我觉得现在立委很多人把他变成是那个教主在崇拜可是他讲很多，你看他很多那种发言，我上次就讲了，他已经在讲到什么中国大陆那个什么北京什么要盖什么高铁到台湾要到台北要什么10兆，然后立法院过了，行政一定要做，就是很多推论，我觉得这个不是精神上、心理上的问题，这是逻辑推论的问题。如果说民进党把他当成个很多民众把他当成个教主，是不是不是叫他去看心理上的医生啦？就是说逻辑上跟理性的科学上面，可能大家进一步去讨论一下，这个比较好。民进党的宝贝越来越多，从膝盖就知道什么，从膝盖知道你们大数据是支持谁的，从 A 片就知道你的什么政治倾向，将来看你中午吃饭吃什么便当，可能又知道什么，他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出来。来，直接配讲。对，让我喘一下。我先这样讲啦，就是说，
我觉得沈伯洋沈委员，那他也在大学教书，我也在大学教书，但是我觉得大学教书好像教这个不要误人子弟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他是个很典型代表所谓政治娱乐化。那政治娱乐化有些时候对于负责任这件，因为讲话要负责任这件事情就比较不容易去遵守。那第一次他前几天讲的是第5纵队，所以后面说是假，这是假消，这是假议题、假新闻、假。第5纵队其实蛮 serious， 怎么会变成假议题的一个东西呢？第二个，他说他在国外本来开大会会被跟踪，还好他没去，不然所以傅昆萁救了他。那基本上后来大家就查说，你这个立法委员出去，这个被人家追踪，这是国安问题，你我们这必须认真面对。他就讲说啊，没查不要紧，没事。这其实不能没事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出国啊。如果我去立陶宛，那不是中国大陆，是立陶宛，我都会被中国大陆这样跟踪化。那其他国家会不会？这必须严格看待。他说啊，边查。第三个呢，就是那个看那一片会分析你的政治倾向。我个人认为是说，我比较相信说，我现在开始相信说，这个517的时候，我差点叫王羲之，那个王义川用膝盖可以分析出来那个517是新鸟，519是小草。我开始慢慢相信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有听过说，你发了5次，你在网络上发5次评论，发5次言，然后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真正倾向在哪里，这个可以有数据，这个是可信的。可是你看了5支 A 片之后，我就知道你的政治倾向在哪里，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然后你是挺自由还是保守？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偏啦。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再讲，就是说，其实这个某个程度上，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虽然我们不喜欢这个言论自由，但是这言论自由也是为什么他可以讲这些话，而且这些话会被人家忍受，而且这些话会被传播，然后我们大家用自己的自由心证跟我们自己的价值来去决定这段话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社会。我觉得毕竟来讲，台湾这一点我觉得还算不错。在其他国家，如果说在其他比较保守的国家，那可能这个话就直接被封杀，甚至这种话直接被抓去关。可是这一点来讲，但至少说我们可以容忍这样的言论，这毕竟来讲是件好事。我讲很实话哈，沈伯洋想要当这个立法院的金赛博士，那是他的事情哦。但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国会议员，拿纳税人的钱，就让自己变成一个笑话，是不太好了。但是有一件事就不是我们可以嘲笑他就可以结束了。他说他被不明人士冒名参加国际密会。显然就是他是要参加这国际密会，不有人冒名嘛？那请问你作为一个国会议员，然后你一直在讲国家安全的议题，你要搞一个黑熊学院搞不好在过阵有黑熊部队都不一定。我要请教你，就是说这个国际密会是什么？你有交代的义务你是国会议员你多少会接触到一些政府的机密那你去参加一个国际密会，谁主办的这个国际密会？哪些人士参加这个国际密会？他究竟有多秘密？那你们谈的内容是什么？这可以不交代吗？你国会议员这可以不交代吗？你们党里面，你们民进党的人，你们也不追问他说，那你去参加一个国际密会，你有没有跟民进党先打招呼，或是有没有跟国安单位打招呼？007出任务不能交代的，对不对？秘密会不是你这个是你自己讲出来，这个国际密会。这个密会嘛，这不是幽会嘛？不是你去外面谈恋爱嘛，对不对？你是密会，是个很秘密的、很敏感的、很重要的、攸关国家安全的会才叫做密会，而且是国际，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如果把他的话都很严肃去追的话，你们就发现沈伯洋的确是有问题的。的确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讲这些东西，一下子讲 A 片的事情，假装自己好像是一个什么专家，对不对？一下子要讲他去参加国际密会，又有不明人士冒用他的名字，他有这么重要吗？他有这么伟大吗？可是当你不断的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民进党你不检讨一下，你们提名的不分区的立委是这样子干的吗？好吧，网络说民进党有新三宝：沈伯洋、王义川、于北辰。休息一下再回来。